网易传媒在1月开启了大规模裁员，涉及网易新闻、网易文创、网易公开课等多条产品线。裁员的岗位包括内容、市场、销售和产品，各个部门裁员比例在10%到15%之间。百度被爆出正在利用它的人工智能文心一言训练军方的 AI 系统。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科学家的说法称，中共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有一间研究实验室利用百度的文心一言和科大讯飞的星火模型测试军方的 AI 系统，希望令 AI 系统更加人性化。然后今年晚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呼吁和欧美采取统一的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审核的一些国际标准，遭到欧美的拒绝。所以中国在 AI 方面肯定是被欧美严密的赶出了这个系统之外。2024年第一个大规模裁人的互联网大厂出现了，那就是著名的猪厂某易。前几天呢，先是有人发了一图，说某易突然裁了1600个人，当然很快就被辟谣了。而且确实他这个说的太不严谨了，8000万的赔偿额怎么够裁1600个人的？乘以10还差不多。正当大家认为这个裁员是一个乌龙事件的时候，知名的 IT 媒体 Do News 突然消息就出来了，说某易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裁员，重灾区就是他们的传媒部门，然后就是游戏团队。大家知道某易的游戏部门可是非常挣钱的。现在看，不管你赚钱不赚钱，不管你是创新团队还是核心部门，都是照财不误。公司的业绩赚不赚钱跟你员工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绝对安全的。裁员的规模是从10%到50%不等，不光裁员工也裁管理。其实每个公司在每次裁员的时候都会裁到管理，员工少了不可能要那么多的管理，所以不要觉得转了管理就会安全，不存在的。赔偿的数额是 N+1，然后比较良心的是，居然没有克扣年终奖还有13薪。是的，就是把原本应该给员工的给了员工，现在已经成了大善人了，已经值得赞颂了。当然，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假的话，也请知情的朋友在评论区指正。而且搞笑的是，如此明确的被详细报道了的裁员消息也被这个公司给辟谣了，说我们就是正常的业务调整还有人员流动而已。谁信啊？你信吗？当然了，辟谣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而且辟谣也不能算作造谣。当年我们部门被整体裁撤的时候，公司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一帮敢做不敢为的东西。要不是我认识网易的员工，可能都会被骗。所以通过被粉饰的假象，我们能够看到寒冬并没有过去，甚至可能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大厂的裁员会有一个传导效应，第一个它人多，裁的人多，这大量的人才流入市场之后，人就会变得又优质又便宜。那中小公司的人可能就会迎来一波新的冲击，但具体这个冲击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呈现出来，那可能得等到年后求职季才能看得出来。所以想提前辞职回家过年的朋友一定要慎重。同样咱们在花钱消费方面也千万不要上头，不要给自己负债买个大件，脖子上套个枷锁，那受不了。这年头如果说你没有巨额的负债，其实吃饱饭肯定是不难的，所以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还有焦虑，再怎么着都能有自己的一口饭吃。尤其是大厂的，只要你不懒，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